好，终于收假回来了。那在发表会前，关于 iPhone 12有超多的资讯爆料，还有消息来源。那我们今天就一次来讲吧。OK， 我知道大家一直私讯我后，那其实最近家人在放假，我自己也跟着放假，所以一直没有时间来讲。那现在回来了，那也是时候把这些消息好好的整理一下，跟大家来讨论。然后加上最近放假期间，其实有收到不少的消息，然后加上2天前微博的爆料神人康总也爆料出非常多 iPhone 12很多细节相关的消息。那至于很多人问我说我的消息来源是不是跟他一样，那我这边很老实说，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我这边其实就是转达有一些人给我的讯息，那其实这些人就是匿名来联络我，那他们也是本身呢主动希望提供资讯给我们这个果粉的同温层来分享，所以呢也是要真的很感谢这一些消息来源愿意无私无偿的分享这些消息，让我们大家可以知道。那这几天一些来源的讯息和康总其实有一些相呼应，那我也来讲讲就是其他的爆料者讲了什么，然后最后再补上这些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一些细节。OK， 首先我们先来讲 HomePod Mini。OK， 那这个是我很期待的商品啊，我自己是一定会买一个放在办公室这边。这一次叫做 Mini 嘛，当然就会比上次小了不少，3.3英寸左右，然后价格会是在$99起跳，价格也是便宜了不少。那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应该是会一个卖到爆的产品。那里面的晶片会是像 Apple Watch SE 还有第5代的 S5 晶片，那倒是不用担心它的效能不够啦，因为其实它处理的东西非常少，那就只有音效还有连线的部分。那第1代的 HomePod 也是只有用到 A8 等级的晶片而已。那以我这2-3年使用的经验下来，一般使用上也没有任何卡顿啊或是不顺的问题，所以这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重点是里面会加了一个 U1 的晶片，那这个会是个重点，它其实就是提升它的实用性，那它在整个生态链的重要性也会提升。好，那这边 John Prosser 的讲法和我的来源有一点点小出入啦，但是我这样看一看，我觉得应该就是翻译上的文法有一些差异啊。那 John Prosser 说 HomePod Mini 会是一个家中中央的系统，所以会非常的重要。那重要性就像是 WiFi 和蓝牙，那它不只是定位超级的精准，传输的速度也会超快。然后消息来源说 U1 这个规格会是生态链内最重要的一环，不单单是在 HomePod Mini 上面而已，而且会让苹果整个生态链的产品更加安全。那其实现在在新的 Apple Watch Series 6也看到 U1， 然后再来在 AirPods 还有更多的商品也会加入。那这个可能又会是苹果另外一个锁住自家规格的方式。但说真的，当初智慧家庭这个概念推出的时候，隐私啊还有治安的问题，一个是大家觉得最重视，然后被很多人拿出来讨论的一个问题。那其实我个人的话，我是认同苹果在产品沟通啊还有资料传输上这样做，但希望动作可以再快一点点。然后讲到 U1， 其中另外一个产品就是 AirTag。那这个据说是会又向后延到明年啊。那其实 AirTag 本身还是有非常多需要了解的地方，那大家最担心的可能就是被有心人士利用啊。但其实这个真的讲回来，也是要看苹果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小小的东西被坏人放在你身上，那加上苹果产品市占率高，那很容易被追踪狂知道你的所在。那当然这个部分因为 U1 的定位精准，那同时也能让被害者知道自己随身可能被放了什么东西。可是如果他本身用的不是苹果产品呢，那这个资讯要怎么去让这个被害者知道就是他身上被放了什么？所以我觉得不论他什么时候推出，那我都希望看到苹果在面对这些大家所质疑的问题，它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好，那再来 John Prosser 说 AirPods Studio 也被延后了，而且价格虽然也是$350起跳，但是我们先前看到的皮质版本，那就是我个人觉得样貌很经典很好看的那一款，可是很多人把它骂爆。 OK， 那一款则可能会是$599起跳。那这个价格你觉得很贵吗？但它已经比 Mac Pro 的轮子还要再便宜$100了，你还敢嘴？其实讲回来，这样的定价也是比较符合我所熟悉的苹果啦，就是他们正常发挥而已。但如果这样的价差，它在品质上面的差距就只有在它的材质使用方面的话，那我就觉得不太值得。那当然$599可能对很多玩耳机啊或者发烧友而言，只要它的音质有到那个水准，或许这个并不是一个很贵的商品，但重点就是看苹果能做到什么程度。好，那再来就是最重要的 iPhone 12系列，价格颜色部分都已经出来了，然后很多来源和爆料者多少有点出入啦，但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就全部一起来讲吧，反正也没有时间再等下去比对交叉，然后去过滤了。OK， 那我们就一次把它讲完。iPhone 12 mini， 然后售价是$699起跳，然后 iPhone 12 6.1寸的那一款售价是$799起跳，然后颜色是黑白红蓝绿。
那很多人问我橘色，那我这边是有一个消息来源跟我说有，那其他的说没有。那反正这个是我不会买的颜色还有款式，那所以我也不会再更加去追到底有没有这个颜色。那这个橘色我就先简称它叫做川普橘好了。OK， 那有没有人想要买这个颜色？如果有的话呢，大概过2天就知道有没有了。那容量的话就是64、128、256 GB 的选择。那镜头都是双镜头。广角加超广角，最大光圈 f1.6。那上市的日期 ，mini 要等到11月6号、7号之间左右预定，然后11月13、14号左右出货。那 iPhone 12 6.1寸的话是10月16号、17号预定，然后10月23、24出货。那再来 iPhone 12 Pro 系列的话，6.1寸的12 Pro 起价是$999美金，然后12 Pro Max 的起价是1099美金，然后颜色有银白、石墨黑、金色还有蓝色，容量为128起跳到256、512 GB 的选择。镜头为3镜头加上 LiDAR， 主镜头为7P 镜片，应该7片镜片嘛。然后光圈的话是 f1.6。那 Pro 的长焦镜头焦段为52mm， 然后从超广角的13mm 到52mm 总共变焦为4倍 ，Pro Max 的长焦镜为65mm， 从超广角的13mm 到65mm 总共变焦率为5倍。但有个说法是说这2台的长焦同样是52，OK， 那 Pro Max 的超广角会更广，接近为10。然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说12 Pro Max 的超广角描述它的用字里面有加了expensive 这个字。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是因为超广角更广，那10到52就是大概5倍。那还有 Pro 和 Pro Max 镜头最大的不同，这个我们先前有讲到过，就是 Pro Max 的镜头感光器大了47%，来到了 1.7啊，这个字我不会讲。那这边讲的当然就是每个画素的进光量它又更大。那这边没有确切的讲说，那这2个版本的它的感光镜片的尺寸还有总共的画素为何？那如果说它们画素相当的话，那 Pro Max 的感光镜片又更大颗的话，自然它的进光量每个画素的进光量就会再更高。那这个部分的话，前几周的大爆料我们有先提到，那当时的来源说是感光晶片的大小为1:1.7英寸，先前的来源有更细节的提到每一只所使用的感光晶片的大小的差别。那这一点目前看起来也是有相呼应啦，但是不管哪一个数据或是他们的形容方式是正确的，那我们都可以证明确切的一点就是 Pro Max 它的感光晶片远大于 Pro。那对于很在意相机的你我来讲，那我们真的唯一的选择还是只能直上 Pro Max 了。然后况且以目前流出的定价看起来，它其实也没有比上一代贵，所以对我而言，当然是直接上12 Pro Max。好，那发售日期的话 ，Pro 为10月16、17号预定。然后10月23、24出货，然后 Pro Max 的话要等到11月13、14号预定，这是最晚了。然后11月20、21出货，那 Pro Max 真的是要压在感恩节的档期前出货。那这个我真的不太确定它的缺货状况会到怎么样，如果它真的需要压到那么晚的话。好，那再我们讲讲就是说它这4支一样的地方哦。那目前康总的说法是只有美国这4支都会有毫米波的5G， 那听起来好像是很严重，对不对？但以台湾来说，目前5G 来讲啊 ，Sub 6的建构都还没有完整。那毫米波的话，我觉得至少台湾还要再等个几年才会有。但除非你是买一只手机要用很久的人，那你可能就要想考虑一下，是不是要买这一台，或者是等下一台。那至于萤幕玻璃的部分啊，会用上新的玻璃技术哈。那它这边叫做 Ceramic Shield Front Cover， 这个就类似 Apple Watch 后面感应器的地方啊，它用的是陶质材质的混合玻璃，那在硬度上会比大猩猩玻璃还要强，所以在抗刮程度上应该是会优秀不少。那先前在 Apple Watch 上面这样做，当然就是要确保它比较不容易被表带刮到，还有被充电器刮到，那这样它在后面感测器的部分它是比较不会失准，然后据说也比较耐摔。可是以先前的经验看来的话，真的不要期待它不会破。那玻璃这个东西，你去摔它是一定会破，不管它的硬度是多少。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容易手滑的人，像我的话，那可能就是 Apple Care 啊，然后保护贴还有保护壳买好买满。然后再来就是40都能拍到 Dolby Vision 的水准影片，这个上次也有讲到啦 4K 120 frame HDR 的部分。那再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充电背板，那磁铁吸附的充电方式，最高充电的功率会到15瓦。苹果来讲是有点进步啦，可是跟其他厂比起来的话，可能还是差蛮多的。然后名称会叫做 MagSafe， 就是以前在 MacBook 上面的经典名称，会有单一装置还有双装置的 MagSafe。
还有 MagSafe Duo。然后苹果原厂的壳后面也会有磁铁圈，让你可以吸附在充电器上面，可以更牢靠。好，那总结以上这些爆料来说，那可能一直有在追踪我频道的人就会觉得没有太多惊喜啦。那像我个人最在意的相机啊，还有影片拍摄规格上面，那关于这个部分也是先前消息来源在几个礼拜前就已经爆料给我，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所以真的还是要说一次，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提供这些消息给我们。那其实我只是一个消息的大概转达者，应该就这样讲而已。然后在这个频道我们可以那么快那么早先知道这些东西，其实主要的要感谢的还是这些提供消息的人。那我相信会持续追踪这些消息的人，可能都是跟我一样算是一个苹果的脑粉吧，对不对？所以还是很高兴能聚集这么多脑粉在这边一起讨论关注这些新闻，然后也很多人会分享一些他们自己对这些爆料新闻或是产品的一些看法，然后大家都可以加入讨论。这个是我觉得有这个频道一个最特别、最值得珍惜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就像我上次在赖瑞频道那个访谈一样，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自己很关注这些消息，可是跟身边的人讲，他们并不是那么在意，可能懒得理你，所以想要找人讨论这些并不是那么容易。好，那今天的问题就是要讲那我先讲我要买什么好了。我要买的就是 HomePod Mini 白色，然后 iPhone 12 Pro Max 256GB 白色，然后因为我想我可能会想要试拍很多 4K HDR 的影片，然后又是120 frame 的，所以我觉得它容量的占比应该会蛮大的，所以我想说就买到256。然后 MagSafe Duo， 那充2个装置的应该只有白色可以选啦。然后苹果的原厂皮套，然后还有苹果原厂的透明壳，然后6.1寸的那一台可能也会买一支来评测，但我还没有确定是要买 Pro 还是就是一般的12。所以你们呢？你们在这些产品里面，你们有确定想要买的是哪个产品？然后颜色容量还有它的组合是什么？然后发表会的话，就是在下礼拜3的凌晨1点嘛，所以我在这边这个频道也会在这边开直播，然后让大家可以一起进来讨论一起聊天，然后一起看到底今年会还有什么爆点，会不会有什么 One More Thing 在里面。其实在消息来源的部分，他们还有提供一些关于 Apple Silicon 的 Mac， 然后还有 iPhone 13，然后还有一些Apple TV 还有其他更多的消息，但我觉得这很多还是要再确认的部分。那在发表会前，我们就先专注于讨论在 iPhone 12咯。然后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然后按赞跟分享。那关于发表会那天的直播的话，如果你们隔天没有事，不用上班，不用上课，或者是想要进来参加的话，大家都欢迎过来。那我一定会在这边陪大家一起看直播。OK，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